有人总结了内娱有名的男女团的学历总结，看过以后就知道有多离谱了。8、9年前出道的 TFBOYS 全场最佳，人均本科以上。王一博小学毕业，蔡徐坤高中毕业，吴宣仪高中录取了，但直接没去读。咱们不是学历歧视啊，但事实证明，现在有些明星文化素质水平属实堪忧，引发了很多笑话。Hello， 宝宝们又见面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呢？这些年大火的明星里面，有的人真的有点太没有常识了。比如肖战，他是正经完成了大学学业的，这点值得表扬，但也成了粉丝得意忘形的隐患。有粉丝吹嘘道，肖战和那些走艺考路子的明星不一样，这也是主流看重他的地方。可惜的是，往往学霸人设最容易翻车，辛苦的辛写错，唠叨的唠写错，最简单的单词 hello 拼错。英文语法也不过关，4个词语组成的句子少写一个 be 动词。王一博在一档直播中闹出了一个笑话，主持人要求他重现《陈情令》中的经典场景蓝忘机到此一游时，王一博也特别顺利地用连笔画写下了到，可接下来的这个字时却突然卡壳了，也只好赶忙向身边的于斌请教，并且很快地写下了一字和游字。于斌也只好顺手将它补上。然而当我们看到纸板时，却发现游是个错别字，在于斌的提醒下才发现是的在中间加上一横，不过依然是个错别字。其实早在去年王一博参加某综艺节目时，要求写下自己的作品《大话西游》时，王一博也不会写，就将游字写成了一团黑。想不到1年的时间过去了，王一博依然没能学会游这个字。随后王一博在微博痛改前非，发文写下了许多关于游字的词语，并解释道，怎么到此一游的时候脑袋就空白了呢？我改正，对不起。其实提笔忘字的这种情况确实会有，每个人在学习的时候也总会有一个绕不开的死胡同。既然当事人认错态度端正，咱也就不说啥了。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在提升自己演技的同时，也可以多扩充下文化知识。蔡徐坤倒是会写游字，但也有一个字多写了一点，加上不甚优美的字迹，成为了网友们的调侃对象。俗话说字如其人，蔡徐坤的字迹可是和外表一点都不搭。杨幂当年出演《红楼梦》的晴雯，她自称通读《红楼梦》，说很欣赏晴雯。然而在某节目上，主持人要求她说晴雯的判词，结果她不记得，主持人尴尬地给她递过去一张纸条，让她照着读就行。结果第一个字他不认识，主持人说是这个纸条字太潦草了，主持人给他读了个开头，他接下去读，却读得磕磕绊绊，还把受邀读成了受天。由于字条上的字迹咱们看不到，所以对杨幂读的错字就不评价了，只是这样磕磕绊绊的读都难读通顺，应该是没有看过原著的，那他前面说的应该就是假话了。而文化积累不够留下的祸根也出现了，杨幂的角色理解出现了偏差。节目中她表示晴雯是小姐的身子，丫鬟的命，可是这实际上说的是香菱，而晴雯应该是丫鬟的身子，丫鬟的命。于是在晴雯叠扇的经典场面中，杨幂的表现就受到了诟病。她作为一个丫鬟，摔坏了扇子，居然还以训斥的姿态面对宝玉，后面还各种大吼大叫的，太过泼辣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宝玉的姐姐呢。所以说明星是否好好读书，一定会体现在作品上的呀。女团出身的孟美岐在给粉丝签名时，把魅力写成了魏力，金主爸爸的真字也写错过。参加活动时，孟美岐不会写图字，请教旁边的程潇，吴宣仪也有个字写错了，还是程潇给订正的。还有后面凹的不睡觉人设也是离谱，说自己比赛后面的2个月要么不睡觉，要么只睡30分钟。只能说普通人像这样不睡觉，可能早已经进入 ICU 了。吴宣仪也因为立人设，一步步败坏了自己的路人缘。在录制《天天向上》时，吴宣仪说自己一天最多喝过8杯奶茶，主持人嘉宾纷纷表示震惊。不止如此，他又开始立吃货人设。在采访里，他说自己晚上和另一女生聊天，两人一晚上吃了8桶泡面，上节目时订正为7桶。旁边的男生说他再爱泡面也吃不了7桶。后来在综艺节目里《让生活好看》中，吴宣仪有意订正，他借机解释自己爱喝奶茶的原因是因为贫血，所以自己才爱喝奶茶，因为奶茶里面有糖分。不过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喝奶茶不可能补血，如果低血糖的话，喝奶茶倒是有用的。知名医学大 V 丁香医生针对吴宣仪贫血喝奶茶一事也做出了科普解释，
表示补充糖分可能对贫血的帮助不太大。在节目里玩我有你没有游戏时，吴宣仪说自己小时候被汽车撞飞过5-6米远，在场的嘉宾全都瞠目结舌。一旁的5亿灵魂发问：为什么你看起来好像没事呢？然而至今我们也没有等到吴宣仪的相关解释。众所周知，杨超越的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，出身于农村，父母也很早就离异了，所以很多粉丝也都叫她为村花。因此杨超越也是很早就不上学了，出来打工，什么服务员、缝纫工等她都干过。所以对于杨超越文化水平并不高的这件事，其实大家也都知道，大街小巷都可见的福字写错了一点。心动的信号中，杨超越写了修仙路3个字，其中有2个字都是错误的。杨超越解释修和修是通假字。创造营2019决赛时，杨超越又错了，报第10名的时候，他没有搞清楚大数字的读法，将赵磊的票数照着念成了753,760个赞。杨超越还曾参加了一档益智类的节目，在节目中的要求是要说出中国8个省份的简称，杨超越直接就说了几个省份的全称。在被提醒错误之后，杨超越还是继续说着省份的全称，即便如此，他连中国8个省份的全称也没有说全，就说了4-5个就说不上来了。还有4000年美女的鞠婧祎。鞠婧祎在参加综艺节目时被问到有一个角超过90度的三角形是什么三角形，她堂而皇之的回答直角三角形。不知道她是不懂什么叫做钝角三角形，还是过于紧张而理解错了题。朱一龙曾把纨绔子弟念成了夸夸子弟，朱一龙工作室迅速发文回应，称罚抄100遍。任嘉伦则把蛊惑读作为中惑。易烊千玺在台湾参加节目的时候写蔡康永的康字写错，但易烊千玺本人还是十分诚恳的，在微博主动认错，解释是因为自己平时用手机打字太多，导致上节目紧张到把蔡康永老师的康字写错了，然后也是自己罚抄了100遍。刘诗诗把十分常见的词语沮丧读成了且丧。刘宇宁把徐开成的名字念错。去年6月26日307的词条上了热搜，并且在热搜榜上挂了半天都没有下来。这个数字原来是网传马嘉祺的高考成绩，该成绩距离河南艺术县还有30分的距离。而就在高考的前一天，马嘉祺还接受某媒体的采访，并在采访中立了学霸的人设。比如说，马嘉祺对自己的平时成绩这样形容：平时考的不是很稳定，经常在年级前几名徘徊，然而没有想到他翻车会翻得这么彻底。相关证据显示，马嘉祺这次的考试成绩非常差，总分仅有307分，其中数学和英语的分数更是低得可怜，分别是25分和44分。低到这个程度，说是发挥失常肯定是说不过去的，尤其是数学和英语能考出这样的分数，足以说明是没怎么顾得上学习。作为时代少年团的队长，马嘉祺小时候演唱的《快乐星球》又在前段时间翻红，所以马嘉祺的受关注度还是很高的，以至于这次高考成绩曝光不到半天的时间里，相关话题就有几亿阅读。不过事情曝光后，马嘉祺本人也没有隐瞒，凌晨发文承认了自己没达到文化课分数线，相当于证实了网传的成绩与实际相差不多。事情发酵后，马嘉祺也选择了复读1年再战高考。其实哪怕是对一个明星来说，复读也并不可耻，跌倒了爬起来再来就可以，明年好好努力，靠实力打破刻板印象才是正事。去年时代少年团有3位成员高考，1位成员中考，马嘉祺落榜，丁程鑫、张真源顺利成为北电中戏的学生，刘耀文也成为了一名高中生，但自从刘耀文上高中之后也备受争议。8月底临近开学时，有爆料称刘耀文已被第1志愿的重点高中巴蜀中学录取。随之放出的还有刘耀文在教室里听课的照片，事件似乎越发真实了。然而巴蜀中学分数极高，引起了网友的质疑。巴蜀中学在重庆在全国都很有实力，去年学校纯文化分数的录取线就在691分，而刘耀文的整个初中都没怎么上过课，如果他能考691分以上，绝对是神童一般的存在。不过艺考通过的话也是可以进入的，左航就是通过艺考进入到巴蜀中学的，在艺考录取名单中有左航的名字，却没有刘耀文。网友转而质疑刘耀文是走后门进入上巴蜀中学的，有相关的粉丝出来为刘耀文发声，于是有网友打电话咨询重庆的教育局，对方给出的回应是刘耀文没有考上巴蜀中学，他只是去体验了1天，并不是巴蜀中学的学生。从此一日体验生这个概念横空出世。
上了年纪的明星也就算了，像时代少年团这样还未成年的明星都开始疏忽文化积累，让我们不得不感慨娱乐圈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呀。还是希望艺人们在精进艺能的时候也能保持学习的习惯吧，至少以后少闹一些笑话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留言讨论一波，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